大家好，我叫琳达，老朋友的话都知道我是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混血。我现在就在阿尔及利亚。啊，阿尔及利亚，你听说过吗？阿尔巴尼亚不是阿尔巴尼亚，是阿尔及利亚。啊，阿尔及利亚，不知道，没听说过。阿尔及利亚在哪？对，这就是不少人对阿尔及利亚的认识。或许还有一些球迷可能知道，齐达内、本泽马、姆巴佩都有阿尔及利亚血统。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会带领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国家。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地中海的南岸，它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相当于2个法国，人口接近4200万。但是这么多的土地，而且是优质的黑土地，这是池塘生下来的河，随便埋到土里，它就会自己长。有这么好的土地，竟然养不活这些人口。阿尔及利亚很多粮食都需要进口。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看到了绿色部分，只有在北部沿海地区，往下面80%都是沙漠，而且人口增长很快。在1962年独立之前，有1000万人口，现在人口是4000多万，而且这些人口都集中在北部沿海，所以这里给人的感觉很挤。现在在首都阿尔及尔，我感觉这里的人很多呀，到处都是人。不过看到这些建筑，显然让你联想到了法国。作为法国的前殖民地，这里留下了很多法国的记忆。So as you can see here. All the buildings that we are seeing right now are painted in white, and that's why we call it the white algae or algae la blanche أو الجزائر البيضاء. 这里的法国记忆不只是有建筑。在阿尔及利亚，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波尔语，但是法尔语是通用的。到阿尔及利亚找信息的时候，大家又可以看到有法语的，还有阿拉伯语的。حنايا نهضروا العربية et on parle français aussi。就是到处是法国车，跟我身后这样的车在阿尔及利亚有很多很多。说到车，阿尔及利亚是车轮上的国家，由于这里公共交通不发达，再加上汽油便宜，所以老百姓有车的比例很高，每4个阿尔及利亚人就会有1辆车。这里的油价1升是1.5块人民币。如果要在金家附近买一瓶水，比如像这么小的一瓶水，0.5升的，价格是1.6人民币，也就是说比汽油还要贵。汽油1升是1.5。不过如果要到一些普通的超市、普通的商店，就是不是在金家附近，水比较便宜一些。首都阿尔及尔人口有400万，年轻人很多，好像到处都是年轻人。阿尔及利亚整个国家的平均年龄是28岁，学生的数量有800万，所以呢，阿尔及利亚确实是很年轻的一个国家。就连这个国家的国旗都是小学生设计的，白色代表春节，绿色代表伊斯兰教。说到宗教，
对来说不是很严格。女性可以开车去电影院看球赛，甚至很多律师、高官都有不少女性。Algeria is a Muslim country. We are Muslims. 95% are Muslims. But we can find some Christians and Jewish, which is so okay with us. We are so tolerant with it, and everybody can practice his religion in Algeria. Something else, yeah, we are Muslims, and in Islam, the girl has to wear hijab, this scarf. But we can find a lot of girls that don't wear it, which is okay again. She's free, either she wants to wear it or not. And we can't be judging her by her clothes. 阿尔及利亚历史悠久，这里可以看到古罗马、土耳其、阿拉伯、法国，甚至是西班牙人留下来的印记。这里不但有大量的清真寺，还有天主教教堂。教堂的外观很奇怪，好像是一个核电站。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教堂，叫圣心教堂，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教堂的建筑风格很特别，它是全部用水泥建的，外面是水泥，里面也是水泥。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阿尔及利亚是信伊斯兰教的一个国家，但是信天主教的人也有，所以呢，天主教的教堂也有，只是人不是很多，所以呢，教堂里面感觉很空，没几个人。我们都听说过法国有巴黎圣母院，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吗？这里有非洲圣母院。We can see here behind me Our Lady of Africa, which is a very beautiful church. It was built in 1872. Here, everybody can come here. The Algerian Christian, for doing their prayers, and even the Muslims for seeing and looking at this beauty.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is church, it's supposed to be the only church that has a phrase. This phrase says that God is our protector, which means the Christians, for the Christians. And the protectors of Muslims. So God is the protector of Christians and Muslims. 哇，这个就是这个教堂的特点。我们可以说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教堂里面可以看到的这样子一句话，就是在这儿，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我们所在这个悬崖有124米高，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阿尔及尔海港。前面是一个球场。
在欧洲殖民时期，足球被带到了这里。在一战之前，阿尔及利亚的足球水平已经超过了法国本土，也难怪有很多阿尔及利亚裔著名球星。وشنو هو لو سبور بريفيري عند لي زالجيريان؟ لي سبور بريفيري بور لي زالجيريان هو الفوتبول من الاخر شغل عبالك كي تلعب ليكيب ناسيونال ولا الجيري تحبس في هذيك لو مومون 90 دقيقه تحبس الجيري فعلا من جا الماتش تاع الجيري باسكو كيما نقولوا اونيفو مع البالون نتبعوه قلبو كما يقولوا قلبو رب نتبعوا البالون ما نخليو والو دونك انا نقدر نقول لك البالون و90% كاع لي زالجيريان راح تكون نفس لا ريبونس ديالي.我前面看到的是一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的名字叫 Kachawa。 We are here in front of the mosque at Kachawa, which was built in the 17th century by the Ottomans, which means the Turkish. It was at first a mosque, then turned into a church, then turned into a mosque again for the second time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Algeria. 在清真寺旁边，我们可以看到首都的最古老的城区。1904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战争期间，法国人害怕这个地方，因为它像一个迷宫。大家可以想象到吗？10世纪的时候，波波人最早建立了这个地方。波波人他们的文字很特别，有点像画画。不但他们的文字很特别，他们的舞蹈也很特别。波波人是最早这里的原住民，今天有25%的人口在阿尔及利亚是波波人。波波人之后来了阿拉伯人，然后16、17世纪来了土耳其人，19世纪是法国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象。除了刚刚提到了那些人以外，最早还有犹太人在这边住。虽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就是说穆斯林人一起住，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呢，要分路，这条路是犹太人走，那么另外一条路是穆斯林人走。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到现在有不同人在这里住。这些房子是16世纪的，有不同人在这边住。同时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在这边有很多房子，这些房子很大，一般里面会有好几个家庭一起住，一起生活。在这有很多喷泉，有很多地方可以喝水，这个水是地下水。古城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值得来，但是我感觉这儿很缺乏保护。比如最早在这个地方有8000栋房，但是呢现在呢只留下来了600。比如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栋房就破坏得很厉害，就过几年我们有可能就见不到它，所以呢就是很可惜的缺乏保护。
大家可以想象吗？原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是美国的大使馆，这么大的一个宫殿就是美国的大使馆。这栋房也是土耳其人建的，其实在这当时住的人是有钱人，从装修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来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宫殿的风景超级美，后面就可以看到地中海了。